上一期我们讲到，伊丽莎白·霍姆斯搞定了准备卸磨杀驴的董事会，以为可以过一段平静的日子了，但没想到原本关系亲密的老邻居已经架好了狙击枪，准备随时给他来一发了。砰！霍姆斯家和诺兹家是20多年的老邻居，两家的女主人诺埃尔·霍姆斯和洛林·富兹是非常亲密的好友。他们年龄相仿，还都是家庭主妇，两家的孩子又是高中同班同学，他们互相拜访，一起出去午餐，还共同庆祝孩子们的生日。但相比于两位太太的友谊，两家的男主人就性格不合，关系比较冷淡了。富兹家的男主人叫理查德·富兹，是位成功的商人和发明家，名下有200多项医药相关专利。通过授权给他人使用他的专利，并收取专利使用费，理查德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不菲的收入。理查德是个高傲、自负且睚眦必报的男人，他曾因为在中东的一点不愉快，就追着 Baxter 公司的 CEO 从1982年一直折腾到1993年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非得给人折腾到身败名裂，才到年底才肯罢休。这么个小心眼且持久的男人，这次盯上了霍姆斯家的伊丽莎白。原因是伊丽莎白在创建公司之前，居然没有向他这个领域内专家咨询，这让他感觉受到了侮辱和轻视。于是他准备给伊丽莎白一点颜色看看，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这是在伊丽莎白辍学后不久，两家太太一起吃午饭时，诺尔非常自豪地和洛林炫耀说，他女儿伊丽莎白发明了一种穿戴装置，可以实时检测病人血氧。洛林回家后就把这个事儿当作夫妻间闲话说给了丈夫听，但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洛林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她丈夫打算以此为突破口来对付伊丽莎白。一直以来，理查德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预测其他药厂未来可能会用到的技术，提前抢注专利，来攫取不菲的专利费用，无往不利。这次他也打算这么干。理查德对 Theranos 做了深入调查，最终整明白了，伊丽莎白是打算做一个便携式验血机，让病人在家中就可以验血。作为专业人士，理查德知道在当时还没有可以远程向医生发送检测结果的技术专利，于是他准备抢注来恶心人。据他的律师估计，这个专利的使用权至少价值400万美金。理查德打算以此从伊丽莎白身上狠狠地薅一把羊毛，并给她一个深刻的教训。于是他就把一些现有的无线电、芯片、条形码之类的技术七拼八凑地整合到了一起，于2005年9月给自己的专利律师发了过去。在半年的调整和优化后，最终这个远程检测信息传输专利于2006年4月被正式递交给了美国专利商标局。但这一切霍姆斯一家当时并不知道，因为专利从受理到被公布有18个月的等待期。最终这项专利申请在2008年1月被公示出来，而伊丽莎白在2008年夏天才知道了这一针对性专利的存在。霍姆斯家和富兹家长达20多年的友谊彻底破裂，从此友军变敌军。伊丽莎白自然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她在2008年9月带着外观炫酷的爱迪生验血机，找上了之前给 Theranos 提供过几年专利律师服务的事务所 McDermott。他询问 McDermott 能不能代表他和理查德·富兹来打这场专利案，但其实他的目的并不在于此，只不过是为了将话题引到约翰·富兹身上。没错，理查德的儿子约翰正是供职于这家 McDermott 事务所的在职专利诉讼师。伊丽莎白企图让 McDermott 作为证人，证明约翰利用职务之便偷到了 Theranos 的专利保密信息，并泄露给了他的父亲。McDermott 的事务所很快就通过内部调查，查明了约翰绝没有可能接触到任何 Theranos 的相关内部文件，便回绝了伊丽莎白的这一请求。伊丽莎白没有放弃这项专利争夺，但她实在是没有钱来支付后续的法律费用了，只能暂时搁置。没错，在2006年底筹到的2850万美金，在2年后又几乎要见底了。这一次，她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男朋友。我们下期接着说。